Hello，各位，这就是那台最便宜的原生 4K 投影，索尼 XW5000，久仰大名。今天下午我就用这台蓝光机和 PS5 连上它，我们一起看一看投出来的画面是怎么样的，和我以前用过那些抖 4K 投影有什么不同。外观调试和对焦这些我们放到最后啊，先上画面。先来一部《地球脉动3》，片源是 SDR 的，投影模式是明亮电影模式。默认色温是 D75， 我没有动它，所以色温看起来会偏冷一点点，但是色彩和亮度看起来非常明亮舒服，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模式。就看这个画面，第一眼的感觉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并不是 XW5000的原生 4K 分辨率让清晰度明显的更高，而是它的黑位明显的更好。即使没有和 DLP 投影放在一起对比，我也能明显的感受到黑位的差距。你看爱登堡老爷子站在户外，银色发丝阳光感这么强的情况下，深色的树木阴影依然很深。像这种夜晚又有亮光的画面，对于对比度的感受也会比较明显。对比度好的话，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通透，因为它该暗的地方能暗下去，该亮的地方能亮起来。我的房间也是只做了一部分的黑化，以后我还会继续黑化的，效果肯定还能提升。这台投影的黑位和我用过的抖 4K 的 DLP 投影有多大差距呢？我们把数据拿出来对比一下。之前我用过的抖 4K 的 DLP 投影，最低的亮度是 0.05 尼特到 0.1 尼特这个范围，而 XW5000 的最低亮度是 0.008 尼特。DLP 投影的开关对比度大概在800到2000的这个范围，而 XW5000 的对比度直接干到了12000到14000。其中这两个模式因为默认打开了动态光圈，所以对比度是无限比1。这就是索尼 SX2D 面板和 DLP 的差距啊，当然也是金钱的差距。然后这台投影的画面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在显示这些比较密集的画面的时候，比如说茂密的树叶啊、成群的海洋生物，还有动物的毛发，这台投影它足够的清晰，但是不会有那种过度锐利的感觉，看起来会比较的舒服。索尼的招牌功能真实创作里面这个分辨率的选项，其实并不改变分辨率，而是通过索尼的X1芯片来调整观感上的锐度的。默认是50，我把它开和关，你能看到明显的差距。我们再来看看色彩，这台投影的官方数据是 95% 的 DCI P3 色域，那实际测下来呢，大概 P3 色域覆盖在 85% 左右，跟三色激光的投影比起来要低很多。它的色彩看起来也确实不如三色激光投影那么的鲜艳，但是这个色彩呢，你又完全没有办法说它寡淡。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PS5 的游戏画面啊。我的世界地下城里这个进入界面的色彩，进到游戏里面，草地、蓝天、武器的剑光，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再看看比较写实的对马岛，从阴影处走到阳光下，这个对比度和色彩亮度是肉眼可见的高啊。我们再回到绿色星球，你看这一群加勒比海红鹳在绿色的海水中繁衍生息，这段调色并不是特别鲜艳，但是却莫名的有一种高级感，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级别的投影，如果简单的从参数来想象它的画面表现，一定会有很大的偏差。我想是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我们不能量化的因素，比如说索尼的X1芯片和它的特例魅彩技术究竟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并不能想象出来。我记得一匹狼老师在他的 XW7000那期视频中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反对只看色域来判断一台机器的色彩表现，因为除了色域以外，色彩在不同饱和度下的线性情况、色调情况以及不同颜色的色彩亮度也同样重要。这句话在我亲眼看到索尼投影的色彩之前，并不完全理解现在我看过了，对一台投影的色彩表现也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色域覆盖好比是一个基础硬件，而颜色的调教和控制力是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我们无法通过参数来量化，但是用眼睛收获的话，却能真实的感受到。关于亮度 ，XW5000 的官方网站我没有找到它的标称亮度，我测了一下它在 SDR 下的峰值亮度，在我130寸投影墙上，在112尼特到135尼特这个范围这些数据是各个模式默认设置的峰值亮度，手动调整激光输出和色温亮度就会改变，投射不同大小的面积也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是看 SDR 片源为主的话，这个亮度我觉得投在150寸以内都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亮度表现。但是 XW5000 像其他的投影和电视一样，在 HDR 下亮度会降很多。根据测试，它降了一半甚至更多。因为峰值亮度降低了很多， HDR 下的对比度也降了不少。但是黑位基本没变，所以并不会让画面发灰。黑位依然很好，但 HDR 下的暗部层次就不是那么美了。现在我们打开地平线和对马岛对比一下 HDR 的开和关，看看你更喜欢哪个画面。虽然 HDR 下亮度不如 SDR 下那么好，但其实我还是愿意在 HDR 下玩游戏，因为 HDR 下的画面有一种真实感。你们觉得呢？当然，如果 HDR 下也有高亮度，那就更好了。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通过另外的软件或者硬件，根据自己的环境来做色调映射，充分利用 XW5000 的机能，把 HDR 也放出一个很好的效果。这方面内容大家可以去看阿优的这个视频，非常的干货。那原生 4K 的 XW5000 到底有没有比抖 4K 投影更清晰呢？我的答案是有，但是如果坐在正常观影距离看的话，那差别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我怼在屏幕上看，那差别可就大了。抖 4K 的投影会有明显的像素感，而 XW5000 几乎看不到像素。除了因为它的像素很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素格很浅很浅，看起来像素的颗粒感基本上没有。再加上投影墙是反射光，会让整个画面看起来不是数码屏幕，而是一幅画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感觉。要达成最便宜的原生 4K 投影机的这个成就，那它必然付出了一些代价。首先，它的镜头位移功能是手动的，镜头位移的时候，这个阻尼感并不算流畅，还好我们调好之后基本上就不动了。然后它的对焦也是手动对焦，我一个人想把它对焦到最清晰那个点，就要多跑几趟，来回的看。光学变焦的范围还比较大，有 1.6 倍，它的投射比是 1.38 比1到 2.21 比1。XW5000 的镜头不是全玻璃的，我在对焦的时候没办法把画面中心和四周对焦到一样清晰。我手上的这台是左侧会比中间和右侧更模糊一点，看电影的时候倒是感觉不出来。还有就是它的 HDMI 不支持音频回传，也就是说必须使用音画分离的蓝光机，或者是通过 AV 功放串接的方式来使用 XW5000。XW5000 的官方指导价是41999，现在正规渠道的到手价在3万块左右。如果你要组建自己的家庭影院，又想要这个级别黑位的原生 4K 投影，那在这个价位段，这台投影几乎是唯一选择。OK，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求赞求转发。我是考拉上校，我们下期再见。